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19号星期四下午4点30分。今天的话题是再见2022，你好2023。那离过年没有几天时间了，21号就是大年除夕。那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在2023年，不管你们做的是任何行业，都祝大家财源广进吧。那很多人有在问说，2023年到底跨境电商值不值得去做？包括一些新入场的新手卖家，以及还没有入场的一些就是有意向的，然后他们都在问跨境电商这个行业到底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电商这个行业它未来肯定是呈上升趋势的，不管说是国内电商也好，跨境电商也好，因为人的消费习惯是在发生改变跟变化。我有分析了很多行业的数据，这些行业的数据，它的市场总量的基数其实是保持略微的增长，大概就是年复合增长率，比如说3%、4%左右。但是呢，我在看到一些电商平台，比如说亚马逊平台上面的同比增长率，就是比如说某个关键词，它2021年跟2022年的一个同比增长率，有些会超过100%，那就证明了其实是有很多的消费者他会通过跨境电商这个平台去进行消费跟购物。所以你们在判断一个类目到底值不值得进入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关键词的一些数据，包括它的一个在平台上面的一个搜索量的一个增长率，就代表说这个行业在未来来说它的一个前景趋势到底是什么样。那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从2020年、2021、2022经历了很多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一个年代当中就是经历了非常多。那这几年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包括2022年的经济的整体情况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看这个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发的一个中国月度的通胀率，就是通货膨胀的一个比率。我们看到在2022年它的通胀比率其实是比较高位的一个水平。红色的这个线是代表是与上年同月进行相比蓝色的这个线呢是与上个月去进行相比所以整体来说2022年比较说2021年来说的话，它的通胀率是还是挺高的。那中国国家的统计局还有发布了一个数据这个是官方的数据就是我们以官方的数据为标准嘛。那官方数据是说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就 GDP 的话是12万亿元这个人民币，与上年增长3%。那看这个数据有什么作用呢？在这个数据当中，有一个数据是跟我们跨境电商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跟我们外贸就是品牌出海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我们的出口。出口大概是在23万亿，然后增长比率是10.5%，进口的话是18万亿。增长比率是4.3%，两个相加在一起的话是42万亿左右。所以说进出口这块其实是占了全国的 GDP 总量的非常大的一个比率就是120当中是占了接近是30%，接近是3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率。同时出口这块占比也是占的是非常大，占大概是10%几。所以说其实外贸出口以及跨境电商是在未来的几年时间还是中国的一个支柱型的一个行业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充满前景的。就是虽然说很多的人有说中国的供应链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包括是人力的成本以及其他的一些隐性成本在上升，导致说有很多的工厂加工会跑到东南亚一些国家。但是就是我在这几年接触工厂供应链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比如说像越南那个柬埔寨等等这类的这个国家，它只能完成产品的组装，但是呢它不能完成产品供应链的上下游就包括是比如说我做一个电钻，这电钻里面有很多的零件，它需要有钻头外壳然后电池这些所有的这些零件其实都要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所以你在这些第三这个东南亚国家去进行产品的这个组装是可以的，但是你采购这些零件元件的这个采购，你还是要在
中国国内完成，所以在这块方面来说的话，供应链方面来说的话，国内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优势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一个平台亚马逊。亚马逊2007年到2022年的第3季度因为到今天为止，亚马逊的年度的财报还没有出来，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是有去说亚马逊在比如说21年或者20年，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增长，比如说卖家数量的增长，然后类目数据的一个增长情况，销量的增长情况等等。这个数据目前还没出来，所以说目前我只能找到第3季度的一个数据报表。那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其实亚马逊的这个净收入还是逐月就是一个一个季度还是在保持一定比率的这个增长速度。我们看到在未来的时间，包括在2023或者是以后的时间，它依然会保持一个增长趋势。那在全球电商的市场平台的一个排行榜上面来说，亚马逊目前还是排名在第1的位置，那淘宝是排名在第2的位置，天猫是在第3，京东是在第4然后第5的话是拼多多，这个是 GMV 但是呢，我也看了国内的一些数据，就是2022年其实国内的电商平台最赚钱的应该是拼多多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盈利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增长速度是非常快。那亚马逊的一个 GMV 它而且是在保持一定比率的增长速度的，我们看到是在 22.1%。那拼多多的话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快，达到 56.6%， 这个是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这个迅速的。那如果说我们刨开全世界的话，只看北美的话我们还是亚马逊是第1，那其次的是沃尔玛、易贝虾皮以及是乐天。那虾皮这个是主要针对东南亚国家的市场的，它并不是其实针对这个北美市场。那乐天的话其实是主要是这个日本市场，它的占比会比较大一些。那我们看到北美市场的3个主流平台应该就是易贝、沃尔玛跟亚马逊。易贝的话，现在这个平台其实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鸡肋的，而且它的数据表现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糟糕的。那也有很多同学又问我说，沃尔玛这个平台到底能不能做你们自己看这个数据吧，看这个数据跟增长比率去判断说沃尔玛到底是能不能进入因为进入沃尔玛平台的话有一定的门槛包括它的开店资质以及说选品都有一定的门槛，所以并不是适合大多数的卖家。那在亚马逊的类目的销售的一个分布，我们看到排名第1的是电器类的这个包含的就非常非常的广，它至少是可以占到接近 30% 的一个销售份额。那其次的话就是时尚类的跟服装类的一些产品，然后这个休闲类的一些产品占到 12.5% 左右，然后是一些居家 DIY 的这个占到 10%。所以说前面的3个是亚马逊的销量算是占比比较大的一个类目。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说这些类目是亚马逊的一个比较红海的一个这个市场。那亚马逊年度增长最快的产品品类的话，就是年复合增长率最快的是服装跟时尚类的这些产品它的年复合增长率会达到 12.4%。那国内的目前像虚印这种平台，它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这个独立站以及说它的 App 的下载量它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快。所以服装类目就以我的这个经验来说不管说在什么年份它都是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率，而且呢它的增长速度都是通常来说都是可以排到前3名的。那剩下的就是像是一些健康美妆类的，然后办公类的以及是电器类的等等之类的一些产品，它的年复合增长率的速度都是比较快。那这个跟用户的一个消费能力、消费习惯的升级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就会牵扯到一些选品方向的一个内容。那2022年 Prime 跟非 Prime 会员对亚马逊服务的看法就是亚马逊它还是非常依赖于 Prime 的会员的转化率的，所以说我们会非常关心 Prime 会员的一些想法跟看法。他们认为说亚马逊服务比较好的一些点，比如说像就是快速的这个交付，就是它的物流的服务。第二个呢是容易搜索到商品，就是亚马逊的搜索逻辑的算法。
第三个呢，就是退换货的一个流程，亚马逊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方便。然后第四个呢是价格啊，价格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转化的一个因素。那亚马逊现在的上面确实是也是比较卷，特别是一些红海产品很卷。那这个比较考验卖家的供应链成本的一个优化能力，以及说物流等等各方面成本优化的能力。你如果是价格有竞争优势的话，在亚马逊上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竞争难度的啊，就是可以靠价格去碾压竞争对手。但是这个不是说，大多数人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这是极少部分的卖家，他们有这个综合优势才能够做得到这个能够控制价格的一个有竞争性的一个这个水平。然后接下来是客户的服务，这个客服的话，主要是亚马逊官方的客服啊，不是我们卖家的客服。其实我们在经营亚马逊的过程中，去跟买家去进行售后服务的这个交流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少的。那自发货的话，可能会相对会多一些。那 FBA 的话，就几乎是没有哈，几乎可以把它就是想成是没有什么售后服务的。所以这个售后的服务、客服的服务，主要是针对亚马逊的客服。也就是说，如果说买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会向亚马逊的客服去提交一些问题，就是我这个到底要怎么操作啊，怎么去退货啊、退款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在线个性化的一些服务，这个占40%，这个具体指什么东西我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因为它的英文翻译过来就是个性化的这种服务，那具体是表示哪块的内容，我这个不是很理解。然后最后一个呢是环保啊，环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我其实在2020年跟21年、22年这3年时间，其实我都有说过，因为现在我们在做产品的过程中，会越来越重视产品的一些材质，以及说它是否具备健康的一些这种属性，还有它的一些材料是否可降解等等之类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环境保护这块也是很多用户所会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哈，我其实是有在亚马逊上面去买过东西的。那亚马逊的包装其实是比较奢侈跟浪费的，它有的时候我东西很小，但是它要给我套一个很大的纸箱。这个其实从环保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就是我觉得是有违背于是它的这个意愿的。那亚马逊的网站的全球访问量，确实是目前来说也是可以排在世界第一的哈。它的这个全球网站的访问量会达到1个月可以达到20亿次啊，这个是24亿左右的一个访问量，这是全球的一个它的访问量，就证明其实亚马逊的流量还是就是目前还是电商平台当中是数1数2的。那2022年的5月份，亚马逊的品牌商品的主要搜索这个数据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它会有的时候会统计，比如说在某些月份，亚马逊的哪些品牌的搜索量会比较大。那从这个当中呢，其实也是可以去发现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哈。但是呢，并不是说去直接去做这些产品，而是说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产品的一些相关类目，为什么是会有出现这样的这种需求。比如说这个是九方医疗的，这是一个国内的公司，它做的抗原试剂哈，这个东西我在之前的免费课程当中是有说过抗原试剂。那这个抗原试剂的话，它近一段时间的销量都非常非常好。我们看到近30天的这个销量是大概是79000多单。我这边打开给大家这个链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数据表现。当然，就是说我们这边的数据是通过卖家精灵的工具去进行抓取的，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会特别的准确哈，因为他说这个是5月份的数据，但是我看到5月份其实也没有出现一个爆发式的一个这个增长。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销量，月销量。我们看到这个卖家精灵当中抓取的数据呢，是在2022年的1月份它的销量达到81万，然后到2月份的时候大概是27万，3月份29万，4月份的时候32万，5月份的时候反而是下降了，5月份的时候是13万。那这个统计数据，我猜想过去它可能有一些数据的一些滞后性吧，就是它大概发现了这个数据的搜索量是很大的，然后它在5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个
排行榜单哈，所以它跟实际的这个销售数据好像有一些这个偏差。但是总体的来说的话，我确确实实是之前是有发现说，这个抗原试剂它的销量是特别特别的好哈。这个也是国内的一家上市公司，它在国内的这个销量也是非常不错。它淘宝上面有它的一个官方直营店。那另外一个呢，我是看到一个冰袋，这个冰袋的话，它的在夏季的时候销量应该是会比较高，但是呢，我这边通过工具去搜索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它在夏季的时候它的销量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是知道说，像这类的这个产品，它在冬季的时候的销量是会比较高的。我这边也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加载速度好像有点慢。这边我同时多打开几个哈。然后这个呢是PS5，那这个是游戏机，是全球的一个也算是一个爆款的一个这个产品吧。那跟 PS5 其实相关的产品有很多的市场的一些机会哈，就是有很多的中国卖家其实有在做 PS5 或者是其他类型游戏机周边的一些这个产品。那这个游戏机我们看到它的近30天的这个销量是13000多单。然后在11月份的时候达到24000单，之前的数据抓不到哈。它的上架时间是22年的10月1号上架的 PS5。然后这个呢是冰袋，冰袋的话我们看到近30天是826单。那从月销量上面来看的话，它的5月份的销量才100多单，是吧？这才300多单，就是所以我不知道是哪边是有问题，是这边这个就是亚马逊的数据抓取工具是出了问题，还是说它这个数据统计出了问题但是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冰袋的话，确确实实是在夏季的时候是会卖的是比较好的。然后再接下来的话，这也是一个抗原试剂哈，这抗原试剂的这个销量就不如刚才那个九方医疗的那个，它的销量近30天的话是13000多单，但是它的数据报告当中所给出的结果，它的这个5月份的时候搜索量也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Apple 的这个产品，这个 Apple 的一个跟踪器，这个跟踪器我是之前是有了解过，但是我查完以后哈，我才知道原来它在北美市场它的销量这么好哈，就是一个月大概可以卖7万多只。然后我们看它这个销量一直在保持持续的这个增长。那这个给我的其实可以给我一些产品的一些灵感。这个东西跟踪器主要是用来可以去找回一些丢失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是像钥匙一些等等一些的小东西。那理论上来说，其实这个用户的需求，它其实在市场上是很大的。那如果说是从产品角度去做开发的话，是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哈。回头看一下，有时间我去出这方面的一个选品的课程。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跟踪器，但其实是可以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因为它其实是有用户是对于是这种产品功能是有需求，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跟着这个用户的需求去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并不一定是要做跟它同类型的这种产品。然后再看数据上面的话，我还看到就是2022年全球在线的购物灵感的来源。其实我们在做电商的时候，一直会考虑说流量的渠道到底是从哪里来。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呢是说是在市场上面，这个市占呢是34%，就大概是34%的在线购物者表示他会通过该渠道去进行这个搜索来一个灵感。然后这个市场具体代表的是什么市场，我这个也看不太清楚哈，就不知道它具体表达的是什么东西。但后面几个我是可以看得懂，就一个是搜索引擎占了31%，社交媒体占了28%，YouTube 占了25%，然后以及说零售的网站占了是18%这是它的大概的一个分布。那也就是其实我们在做流量的时候，要去关注一下站外的一些流量，就是包括它的一些搜索引擎 Google 搜索引擎的流量，以及说社交媒体的流量，这个占比其实还是挺高的。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然后现有的产品其实是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我的这个生活的需求，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去通过一些搜索引擎或者社交媒体或者是 YouTube 去寻找，看一下有没有更加适合我的一些这个产品来解决我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在做站外流量布局的时候，这些点也是值得我们卖家去认真去考虑的，不要一味的只是去往平台的这个流量上面去死磕。因为我们做
电商做亚马逊或者是做其他电商平台的话，如果说你只是在平台的流量上去进行死磕的话，你回头只是一直在帮平台去打工，你自己没有一个流量的一个沉淀。那刚才在说到一些社交媒体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会聊到关于 TikTok 也是2022年中国卖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平台。那 TikTok 上面最受欢迎的这个品牌，第一个呢本身就是 TikTok 他们自己第二个是奈飞第三个 NBA， 那第四个这个呢就很有意思，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第四个呢，这个叫 Nickelodeon， 这个呢是一个儿童节目的一个平台我们看一下，它这边我去维基百科当中是有去查了一下它的背景。我之前其实也不了解这个就是内容的这个品牌吧。它是一个美国的付费电视频道，专门是针对于是儿童，大概是2到17岁之间的儿童，给他提供这个电视节目然后我们看到 TikTok 上面的话是有它的官方的账号，它的粉丝是大概是1300万的一个粉丝。然后上面的话我们看到主要都是一些儿童相关的一些内容儿童相关内容。那综上所述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说 TikTok 上面的用户所关心的一些东西，第一个呢是以视频为主。视频为主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奈飞的一些玩具电影这些东西是很多人会关心的那如果说你要做产品的话，你如果是围绕的像奈飞等等之类的一些美剧当中去做一些他们的一些衍生产品，其实理论上来说是比较容易会侵权的。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不侵权的方式。在未来的时间，我们会去给大家介绍就是在亚马逊上面其实是有个 Customer 的一个功能，是可以去定制化产品的。我们其实是可以把一些流量呢去引导到就是定制化的这个产品上面去。比如说是用户提供给我的图片那这个其实是不侵权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是比如奈飞这个电影的或者电视剧当中的某一个元素的一个内容，他提供的图片给我，他印刷在比如说是 T 恤或者杯子上面的话，这个其实是不侵权的。那其实这个数据呢，其实也是可以给我一个产品方向，至少说知道用户他们大概是喜欢什么东西，喜欢什么内容。第二个呢就是 NBA 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儿童的这个电视剧的这样的这个品牌。那既然是这个它的热度比较高，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从中去考虑一下，到底是做哪些类型的产品。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卖家是关心说 TikTok 的开店的方式运营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去开店或者怎么去运营，怎么去推广，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你的选品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这个 TikTok 的一个店铺或者是账号，你到底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就是你的内容表现方式或者你的标签，或者是你提供的产品的类型类别都是需要去确定一个方向。你总不能去做一个杂货店，然后你又卖女装，然后又卖儿童玩具，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数据当中会给我们一些产品的一些这个灵感那下面还有很多，这个大家自己去截个图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截止至2022年的9月份 TikTok 上面的创作者的年龄的分布，那 TikTok 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一个平台。我们看到13到17岁之间的用户创作者达到了20%，然后18到24岁之间呢达到49%，这两个年龄段加在一起已经有大概是70%了。然后25到34又占了接近是18%，那基本上就被这3个年龄段给完全都给覆盖掉了。所以说 TikTok 上面的产品，你如果说你要在做 TikTok 的这个选品的话，一定要做年轻化的一些群体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 Nike 的这种儿童方向的这种产品，或者是针对年轻人的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些这种产品，或者时尚的一些这种产品是比较适合在 TikTok 上面去进行销售的。所以在 TikTok 上面去进行卖货的话要针对不同的这个受众群体，因为这些创作者他所创作的内容通常来说都是他相同年龄段的人所关心所喜欢看的，所以那这样的话他的用户的画像其实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精准，就集中在这个年龄段范围的一个用户群体，考虑一下就是到底要卖什么类型的产品给他们。当然 TikTok 的数据还有很多包括是
这个男的还是女的哈，就是男性女性，比如说13到17岁男性女性，或者说18到20岁男性女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这个我看一下，以后有时间会放到选品的课程当中去给大家去讲这块的东西。那 TikTok 的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家，第一个肯定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用户的基数，人口的基数摆在那边，所以说它的体量是最大的，这个是以百万为单位的，这个109后面是一个百万为单位哈。然后其次呢是这个巴西，然后是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尼然后我们会看到像越南啊、菲律宾啊、泰国这些占比是比较高的。那就是为什么说 TikTok 其实很多的包括内容创作也好，包括是一些卖家也好，他们其实是会以东南亚的市场为主我身边其实就有几个这个主营 TikTok 的这个卖家。他们就是做印尼的这个市场，印尼市场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它的客单价格是比较低，就利润比较低，但是它的用户的基数是有，至少说在 TikTok 这个平台上面用户基数是有，然后还有像是越南啊、菲律宾啊、这个泰国啊等等之类的。然后202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三季度全球的 Shopify 的商品总销量那我们就又说到独立站了。那为什么说独立站呢？因为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个就是用户的一个搜索数据来看，一个是比如说像什么电商平台啊，或者是有搜索引擎啊，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然后还有一些零售网站，零售网站其实大多数都是指的是这个独立站。那其实独立站也是很多卖家会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有很多人也有问我说独立站到底能不能做。其实独立站最关键的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冲着销售产品去做，其实它的选品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的用户的信任度是会比较低。独立站的平均转化率大概是在2%到4%左右1000个人进来，大概2个人到4个人下单，但是这个要看类目，不是说所有的类目都是一样。我只是说平均的转化率的水平。那如果说比如说你卖的是这个复刻的产品，那它的这个转化率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这个产品它可能本身自带流量，但是呢这种产品它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那如果说比如说你是卖一个很普通的东西比如说像在亚马逊或者是在Temu 上面，就是拼多多的海外版本上面都很容易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你放到独立站上去进行销售的话，在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转化率就是会比较低，你的引流获客成本就是会比较高一些。但是不是说 Shopify 它不能做。那我的做法的话是说是把平台上的这个流量回流到我的独立站，虽然这个周期比较长，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是它回流到我的独立站之后，它的用户的忠诚度相对来说会比较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利用就是亚马逊的他们的一些这个流量导回到我的独立站的话，我的整个的获客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而且我在2次去进行复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获客成本就几乎是为0了，所以这个是我这种运营方式的一种好处。那 Shopify 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2022年它的整个的数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平均，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上涨。这个是以10亿美元为单位，是它的 GMV。那它的这个2022年第3季度的 GMV 是460亿美金跟第2季度差别不大，跟第1季度其实也差别不大，证明在2022年的话，独立站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长。但是呢，这个GMV 的一个总量还是挺可观的，就是4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体量。那说到独立站的话，肯定要说到一些支付方式Shopify 它有自己的一个支付方式，但是呢 PayPal 还是在就是北美跟欧洲平台信任度是比较高的一种支付方式，因为 PayPal 上面其实是保护买家的，就是会倾向于是在交易纠纷的时候会往买家这个方向去靠，所以说在用户的这个怎么说，就是用户的这个信任度、安全度方面或者转化率方面PayPal 是给用户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 PayPal 的这个全球用户数量在2022年其实也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增长，就是 Q1、Q2、Q3 季度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增长。那会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它这个数据呢跟
Shopify 的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的吻合的，也就是说在独立站方面，其实在2022年的话是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因为在2021年以及2020年的时候，包括在我们国内的跨境电商的圈子当中是非常一直，就是鼓励大家去做独立站的。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以及2021年它的增长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就证明其实是有很多的卖家进入到这个独立站的这个领域当中来，但是2022年就放缓了这个速度。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我刚才说独立站并不是适合所有的商品，有很多卖家他盲目的冲进来的话，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独立站太烧钱了，而且要看具体的产品，有些产品不太适合放在独立站上去进行销售。那我们看完前面的一些大方向的一些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个数据之后，大家基础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就知道说其实跨境电商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亚马逊还是值得去做的，因为它的市场体量是足够的大。然后第二个的话，像一些社交方面，比如说像 TikTok 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选品的一个这个品类，以及说用户的一个年龄段，再考虑说你要去做什么内容，就是大概是要有个方向。那我今天就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聊聊，就是说以往的一些数据状况。然后像独立站的话，大家也看到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适合所有的卖家的，就是22年它的其实增长速度有放缓。那这个数据其实是表明有很多的卖家是没有很多的新卖家进来，以及说这个市场趋向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那23年的数据表现目前来说我不知道，但是按22年的这个数据情况来看的话，23年应该增长速度不会特别的快，反而纵观这个以上所说的内容，亚马逊的增长的势头还是挺快的，我们看到它的增长率会达到20%以上。那等亚马逊的这个年度报告出来之后，我会有再给大家补一期，说一下亚马逊的它的一个年度报告当中的一些这个数据。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电商行业的裁员的人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其实除了美国的这个 IT 公司之外，国内的这个电商公司也在裁员。比如说像阿里的话，2022年的2月份，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裁员就第二季度2月份到3月份，大概裁员接近是30%，它砍掉了很多业务，比如说像社区电商飞猪等等，裁员大概是4375人然后到了5月份的时候又进行了第二波裁员，然后是因为速卖通受到俄乌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5月份的时候又裁了一部分，然后第二季度的话总共裁员是9241人然后腾讯的话也是在22年的时候有裁员，第一季度裁掉5000多人因为他们那个公司那些类型的公司体量比较大，所以动不动就是几千人的这种裁员。那字节跳动像我们刚才说的 TikTok 其实字节跳动也在裁员，它裁员的话是像今日头条抖音飞书TikTok 懂车帝懂车帝也是这个字节跳动公司的，然后也是在裁员幅度大概是在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包括是像美团也在裁员然后像我们国外的一些跟我们电商不相关的公司，像那个Twitter 不是马斯克现在是老板嘛，他大概裁掉了大概3700名的员工，占公司总数的一半这个都是一些大刀阔斧的一些改革。那我们看一下亚马逊在2022年的这个11月14号之前裁员了大概是1万人那近期他又在裁员了近期他裁员人多少呢？我就是看了一个新闻，亚马逊近期这是最新的1月18号的最新的一个时间，他预计会裁员18000人就加上就刚才的这个1万人，就大概就是总共就是28000人的一个这个一个幅度。然后包括像那个微软公司也在裁员，微软裁了这个1万人。那这个会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现在从全球经济的这个格局上面来说大家的日子其实都应该不是特别好过就是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经济的影响。其实呢，我自己这边公司在2022年的话，整体来说的状况也是不是特别的乐观那我们前几天的时候有跟几个同学有在那边聊天大家都有分享一下各自的一个经营的状况
有些同学他们说是在保持增长的，但是呢，就是利润率是在下降的，就是营业额是在增长，但利润率是在下降。那我这边的话是，其实整体来说，我的产品线是砍掉了很多，新的产品线就增加了很多。为什么砍掉这些产品线呢？其实主要跟它的投入回报率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些产品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说干脆就直接砍掉。砍掉的话，其实是会对公司的整个的现金流，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我要开始清货啊、低价的甩卖啊等等这些。然后今年呢，22年，又开发了一些新的产品，然后新的产品线的话，又要投入一些库存啊、资金啊这些东西，所以其实2022年的话，整体来说，这个是非常不太好的一个这个状况，但就希望在2023年的话，能够是朝新的产品方向去走。那我现在其实主要的一个产品方向就是又抬高了一个门槛啊，这些产品的门槛逐年抬高。我之前的话是做一些高单价的产品，后来高单价的产品其实也开始卷，然后呢我又开始做高单价的一些改进型的产品，也就是说市场上面有些产品它是需要做产品的优化的，比如说它的功能上面需要做一些优化，它的成本上面需要做一些优化，就是把这些原有的这个产品去考虑它的一些改进思路，然后向工厂下单生产，然后做新的这个产品线。目前来看，从2022年的12月份到现在为止来看的话，这些产品的数据就新上架的这些产品的数据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我们有一个产品卖$300多，大概它的 ACOS 只有在5%左右，而且还可以控得更低。然后我们第一批货过去，就销量就特别的好，甚至是在没有评价的时候，销量就特别好。然后以导致说我们的库存不够，因为我们订货到发到海外仓，整个一个周期大概要这个3个月的时间，再加上过年工厂放假的话，那它的这个时间周期就会更长一些。那我们就马上打电话跟工厂，就让他先去订原材料包括它里面需要用到的一些原材料先去订，然后等到开价之后的话，它直接就可以开工去进行组装。那工厂他们听到我们说这个货才刚刚到，就马上要返单去订货，也很吃惊就很好奇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来卖这个东西，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做跨境电商的，也不知道我在网络上面有在去分享一些这种跨境电商的内容就完全是陌生的这个工厂，然后我们是跟他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那他就很好奇，他就是觉得说我们这个消化的这个速度是很快嘛，因为他们会根据他们以往的一些出货的经验，就是一些B2B 端的一些出货的经验来判断一些客户的订货周期，但是我们这个太快了我们这个等于货一到美国就马上又向他订货了所以让他就很吃惊。所以过完年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到处去跑去跟供应商、跟老板、工厂老板之间去聊聊，看一下更深度的产品方向的一个合作但总体来说，我对2023年还是比较的乐观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疫情开放之后，经济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口袋里面的钱，你要花出去。如果说你口袋里面的钱大家都不花出去，这个经济是活不起来的。但是如果说疫情现在开放了，我们都会到处去走动、吃喝玩乐等等消费大家会把口袋里面的钱拿出来消费的话，那这个经济就会慢慢就会好转起来。所以我对23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期待值跟信心的。那这边呢也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中国的农历的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一切不好的东西我们都让它留在2022年，那一切新的东西好的希望我们把它放到2023年，我们去迎接一个美好的未来祝大家就是财源广进吧这个是我相信各位卖家最喜欢听的一句话了。那谢谢大家观看今天是2023年的1月19号星期四下午的5点10分。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出一些选品的内容因为春节时间对我来说很无聊，非常无聊。我的家庭结构是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所以不像有些同学他们什么回老家走亲访友什么的。我其实春节是比较无聊的。如果说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在未来的时间多出一些选品方面的一些课程
好，那就谢谢大家观看，拜拜。